人见人厌的大雄竟然穿越万年去英雄救美，而且还被求婚。最主要的是，静香还在旁边。万年平地摔的大雄还没学会走就要玩轮滑，只求静香能多看自己一眼。是谁给大雄的勇气？不是梁静茹，而是蓝胖子。可前方战场已被攻陷，前方撞单身狗，回头撞小情侣，高空旋转3周半还没起飞，就给自己撞了个屁股墩。好不容易安排的撩妹计划，却败给了人满为患的溜冰场。大雄气得一蹦好几米，还真就激活了脑细胞，决定给媳妇儿一个大惊喜。三人乘上时光机，来到了一片冰天雪地，这里是冰河期。全身脂肪的蓝胖子冻得瑟瑟发抖，小学生却是围脖加短裤。一阵妖风吹过，蓝胖子二话不说，掏出暖桌蹦了进去。好不容易与媳妇儿来到万年前，大雄疯狂秀技术，要在静香面前展现男性荷尔蒙，这都多亏了蓝胖子的全自动溜冰鞋。大雄想带静香进小树林，可蓝胖子膀胱一扫，竟然还有第4人。不知碰到旧时期人是福是祸，旧时期人仿佛在破口大骂，接着飞身跃起，一记狼牙大棒，差点把大雄吹入万丈深渊。而后徒手将大雄举起，送回了出生点。又是蹭暖桌，又是蹭食物，完全以此来熟。眼看语言不通，蓝胖子拿出翻译魔域，这才又学会了一门外语。旧时期人跟3人打听所属部落，3人却把人家当傻子，什么大熊族、多拉族，通通安排上。静香猛夸石器人鞋子质量好，可石器人却看上了大雄的全自动溜冰鞋，决定强买强卖，用项链交换。眼看以物易物行不通，石器人决定用比赛决定鞋子的归属权。要是敢不同意，蓝胖子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正常人谁敢不答应？静香识趣的把大雄推了出去，规则是绕湖1周。大雄自信满满，随着一声令下，两人嗷的一下就冲了出去。大雄领先了就骄傲，可一回头，险些把自己撞成大柱。大雄更卖力了，可却被石器人一个完美转身超越了。大雄一个加速，再次超越对方，可大雄又骄傲不看路，撞疼了小象的屁屁。这么可爱的象象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只不过是喊家长而已。眼看要被踩成肉饼，大雄猛秀技巧，疯狂躲避。眼看大雄摔倒，营救的蓝胖子还被甩飞2里地，石器人出手了。逃跑中，大雄再次摔倒，猛犸象一个跺脚，冰面就4分5裂。猛犸象吸足水分，该用水流攻击，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。大雄发挥奉献精神，凭借风骚走位，独自吸引猛犸象，一个3圈半跳跃，都给静香看呆了。眼看石器人要落水，大雄一个闪现，成功将人救下。这么强力的男性荷尔蒙，你就说谁能扛得住？4人终于摆脱了猛犸象。为了感谢大雄的救命之恩，部落里举办了篝火趴，族长亲自肯定了大雄的勇敢，并送上了至高的礼物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石器人竟然是个妹子，还看上了大雄。大雄只想逃，可没了鞋子的大雄就从了人家吧。这叫啥？穿越1000年的爱恋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女版石器人长得像谁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胖虎和小夫对大雄有感情吗？这集会告诉你哦。扫地拖地喜香香，一看大雄破天荒的收拾房间，蓝胖子用脚数也知道这是静香要来了。答对了，大雄要跟静香玩到晚上或者明早，光是想想都小脸燥热。这时静香来了，大雄赶忙出门迎接。蓝胖子也很有眼力见的不当电灯泡，可静香来到门口，一个回眸，美女看帅哥对上眼了。完了，是心动的感觉，小手一牵就给大雄狂撒狗粮。原来这位是静香的青梅竹马。大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目送一对璧人终成眷属，承受了这个年纪本就应该承受的分手之痛。可蓝胖子只顾着吃，因为人家1个星期都没吃了呢。这美味比爱情的酸臭味可强多了。原来蓝胖子是用了9尾手提箱，只要有了它，就似小别胜新欢。大雄拿起手提箱，蓝胖子瞬间扑闪着大眼睛，我的熊熊，这1周你去了哪里呀？手提箱掉落，蓝胖子才恢复正常，这不就是大雄此刻最需要的吗？效果相当强悍。来到媳妇儿家，摸进院子里，看到2人正聊得火热，眼看2人聊到了谈婚论嫁，大雄直接原地去世，敲打窗户，才换来了媳妇儿一句1星期没见，甚是想念。可家里的青梅竹马是4年未见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就完败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有点绿。蓝胖子给出了对策，让大雄适当调下年份。老妈刚想变女帝，就看到走失1年的大儿子回来了。大雄继续加大剂量，
2年时间，儿子你去了哪里呀？大雄一口气加到了5年，这下老妈激动过头，直接不省人事，拿着5年的手提箱路过空地。虎父2人觉得此人面熟，是那个大雄。虽然平时经常把大雄当狗打，可打了10多年，毕竟也打出了感情，两人真情流露，感动了大雄。一激动扔掉了手提箱，瞬间变回了路人，拿起手提箱又变回人气选手。一桌子的美食是对错过的那5年的补偿。胖虎好心帮大雄拿手提箱，却拿出了何能来袭。那个消失了5年的忘恩负义、丧心病狂、六亲不认、天理不容的胖虎回来了，一出手就打出了5年量的伤害。大雄拿回手提箱，小夫瞬间满血复活，大雄嗷的一嗓子玩命逃，可虎父2人阴魂不散，一个爱的抱抱，手提箱再次掉落，虎父2人才终于恢复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去找媳妇儿，带上轰轰烈烈的爱情了。可大雄倒了8辈子血霉，又遇到了老师，老师一个回手掏就拿出了保存了5年的0分试卷。大雄着急去找媳妇儿，可5年未见，老师想给大雄补课，大雄一个手滑甩飞了手提箱，这才逃过老师这一劫。可手提箱也丢了，蓝胖子玩命找大雄，在警局门口发现了手提箱，一个飞扑，虽然成功拿回，却被当成了5年前的通缉犯。大雄无能狂怒的原地蹦迪，蓝胖子却送来了希望。来到媳妇儿家，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，这位大神可让静香又惊又喜，毕竟6年没见到爷爷了。6年，大雄又败了。为了可以一招制胜，大雄疯狂上调年份，霸气的打开门就要开始说情话。可静香一脸蒙圈，这人谁呀？大雄当场碎了一地，毕竟设置成20年前，那时候还在小蝌蚪找妈妈呢。那么小伙伴们一般都会多久不见才会觉得甚是想念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当代男人结婚的3大要素：有房有车有对象。如果一个小学生又有了这些，又会引发怎样的故事呢？面对香气飘鼻的肉包子，吃货竟然扛住了诱惑，化运动为食欲，省下了10元巨款。原来大雄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有车有房有媳妇儿。大雄觉得自己都已经是小学生了，怎么还可以混吃混喝，厚着脸问爸妈要钱呢？一看大雄思想如此前卫，简直惊为天人。蓝胖子决定出一份绵力，神秘兮兮的带着大雄来到贫民窟。房东相当迷信，只有3号和5号房。蓝胖子拿出虚构房门，把门贴到墙上，就出现了4号房间。进去一看，竟是如此宽广。再把门拿掉，外面就恢复如初，这里就成了大雄的秘密城堡了。两人火急火燎冲回家，打包好行李，就要来场说走就走的离家出走，让老妈知道自己的重要性。来到新家，大雄就要先睡个午觉，蓝胖子都惊呆了。这时有人来了，又说这里是5号房，可一听是4号房，老阿姨慌了。可回头一看，哪里还有4号房啊？出来了这么久，老妈一定已经发现大雄失踪了，开始反省了吧？大雄决定叫来小伙伴来庆祝自己新家落成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小伙伴们在门口遇到了房东，这大雄还哪敢露头，生怕被胖虎用拳头招呼。大雄慌了，蓝胖子提议从后门走。大雄出了房间，一路追赶，却遇到了老妈，招呼也不打，转身逃了。蓝胖子劝大雄以学业为重，可大雄没动力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女帝老妈的一声吼下才开始学习的。大雄回到家，接受了女帝老妈的洗礼，瞬间学习真香了。这操作都给蓝胖子看懵了。眼看到了晚饭点，蓝胖子赶忙回家当干饭人，大雄则自力更生，做起了泡面。可大雄一个手抖，最后的口粮也没了，只能听起广播来。房间隔音差，让3号房和4号房互掐了起来。大雄也是烦了，这老妈到底有没有开始找我啊？难不成是我隐身技术太高，老妈难以发现吗？大雄大包小包扛着门，把新家的地点定到了自己家中。可老妈依然没发现大雄丢了。那么小伙伴们在家中有自己的房间吗？